画就是干什么？就是在处理各种关系。你只要把各种关系都处理好了以后不管是什么情况你比方说我可以这么说就即便是你们初学者在纸上随便乱舞几下，我去仔细分析，仔细去分析的话再通过一些技法的处理，都能够把它处理好这个有机会的话，到时候有可能都可以到时候我就找一些画的不好的，这个上面乱弄了以后，最后想办法把它画成一张画的话，效果会更好我们闲话少说因为今天这张画这个任务还是非常的艰巨我要赶快开始创作。先画这边的树，本来这个星期我其实很想中途抽时间把这棵树画好，比如说画成夹叶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最好还是让大家能够怎么样来，能够看到一幅画的全貌所以说我们就没做这个动作我们现在首先也是先把这个就是这个树先画出来首先我们蘸水完水以后，因为画树也是要用比较深的墨，所以说水分少一点。倒点墨。你看，我们加点墨，基本上是胶墨加点墨，加点这个珠标，加好了以后，把笔刮干。画树干呢，基本上呢都要注意水分不要太多。从这块山石来说的话它其实就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要注意，如果像这么大一块石头里面长得有树的话，我又要去挡这个，就是房子的话，那这个树肯定是往哪边长？这边长，你不可能往这边长去挡房子，是吧？主要的树干。你看，主要的树干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往这边长的往这边长的。大家看，我刚刚一笔就把这个树这个就画了。但现在如果是就这样的，肯定是很虚的，是吧？但这里面就有很多的纹理了，那我们就可以，因为这个是之前。我们通过2节课画有些地方呢，它就会显得比较画的有这个东西的地方，它就收缩。它一收缩的话，你看这些地方就比较不平，这个纸面就不平。画的时候，注意里面的扦插。
你看这些树干，我都行笔行得非常的慢，啊，行得非常的慢，就是要怎么样呢？哎，让这个树干是很有力道的、很有弹性的那种线条。这呢是这棵树的高点，好，然后我会在这个地方分一支。大家看，在分的时候哈，我这里已经是丰满了，就是这个地方已经是画满了。那怎么样能够让它感觉到，哎，它这个逐步过来，它们又可以连成一片了，连成一体了。就在画的时候，这个地方逐步过来以后，它就深一点。先把树干画出来。如果就这样子，你会感觉到它们是脱节的，是吧？哎，然后我一画的时候，把这里稍微深一点，你看，马上你就会感觉到，哎，它们怎么样了？连成一体了，是吧？连成一体了。所以说，这个树枝和树干的衔接，它是很重要的哈，很重要的。你看，我们那天画到这个位置上以后，哎，这些是瓦，这些都没有再画了。我就可以怎么样来？就通过这个树叶把这个树枝画到这里，因为树枝都是长在树叶上的，是吧？如果让它们有点变化，干脆我就把这一支就穿过来，随时都可以调整。你看，穿过来。变化还要边注意去观察，哎，它们这个变化够不够？这个地方到时候会不会出现一个圆圈啊？如果会出现的话，那看根据情况，我把这棵把这一点的树枝往上调整一下。我有一句口头禅经常说的，调整树枝就是什么？就是调整树形，因为树叶都是长在树枝上的，我树枝升高了，树叶自然就升高了哈。好，你看我把这里画好以后，这棵树它是一棵，还有个组合，你看我这里下面这里还有。靠近下面的这些就模糊一点都可以。哎，大家看我这个树的造型，是吧？它就是这里高，这里凹进去了。好，这棵树枝千万不要一下子也触到这里，它就是平了。它这里出来以后这么过来，这里又突出，是吧？这个形状，它这里高出来，这里凹进去，这里又突出，就避免了这个树画成一个什么？画成一个圆圈。是吧？画成圆圈，就是我上次给大家说了，我们这张画呢，如果这个地方就画夹叶树的话，效果会更好。但是我们上课呢，我也没这么多时间去完成它，所以说这个地方到时候就画成什么点字树。我们可以先把树干都画一下，到时候一起点。
好，比方说，它这里高出来了，这个树大家一看这么宽是吧？这么高，它就明显感觉是横向发展，是比较胖的。那我在这边呢就画一棵什么呀？画棵比较瘦一点的，画棵比较瘦的，那怎么办呢？不要跟它分开。你比方说，大家看哈，你看，在它的下面还有这么一棵树挡住它的，还有这么棵树挡住它的。挡住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们这个树与树之间它是有一个什么？有个重叠，这样子你从我，我从你的话整个的感觉它就非常有层次感。你不要怎么样呢？不要画的树这些都是各自为政，你在你的这个位置，我在我的这个位置，这样子感觉画面就比较什么？就比较平你看我们这里稍微冲一下，这个地方有一点露出来。是吧？再往下面，这就很简单了。但是就是完全就是形断意不断，就是有点意的感觉。你会感觉这个树它就这么一个状态。把这里画完以后，那我们这里也可以，是吧？这个互相穿插一下。稍微这么画一点，这个画的时候，好，这里稍微画了以后，我们就干什么呢？就打点子。现在我们就调点这个墨。这点字笔呢也是一样的，在用之前在水里把它泡一下。特别是新的点字笔的话，我教大家要怎么样去制作点字笔就头一天这个让这个笔一直用胶墨泡着，对吧？再用的时候在水里就泡过，放到水里1分钟，基本上就软和了。我们现在这里已经是不需要再制作了，但是呢不需要太多水分，所以我刮得很干。就用点字直接点，点字点呢也有好多形式哈，可以像我这样子，现在用墨点，当然也可以直接用颜色点，就看你画什么色调的这个画面。你比方说你画秋天的色调是吧？或者你画春天的色调，你就直接用颜色都可以点。把它弄好以后，在盘子里揉一下，相当于把这个毛就揉顺比方说我们这里把它调整好了以后，来看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点字笔顶上的这树叶，大家看我的行笔是由上往下直接切过去的，不是直接插下去的这个要注意，因为树叶都是往上长的，让这个点子有点欣欣向上的感觉。当然才开始点，笔呢也需要再调整一下。
顶上的这个树叶就点的比较这个水分少一点，是吧？下面这些地方啊，就点的多一点。在点的过程中，哎，有些你觉得不是太好的这些树枝，你可以通过这个点子就把它给压下去了。哎，你看这么一点，这个树就成型了。在成型以后，就把后面这个树就明显就怎么样，就衬出来了。下面可以点的稍微重一点。好，把它这么点一下，点完了以后，后面这个树呢，也可以像我们平常这样子，你首先你要把前面这里衬出来，哎，后面这个地方就要把它点的稍微怎么样呢？多一点啊！你看这么一点，马上它就把前面衬出来了。好，然后逐步过渡上去。记住，它这个树枝哪里点的高，树枝的话，我的叶子长在哪里，这样子你就容易点出树的形状。因为我之前画树枝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它的一个形状了。你比方说，把它画了以后，哎，这里就有意识的把它画的怎么样呢？画的点的比较深一点，一会儿到时候我还整形的，是吧？这一点深了以后，自然而然的，你看就把这棵树啊就衬出来了，是吧？就把这个树衬出来了。把这里画好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这后面啊，就还有好多的这个，还有一大块空档，是吧？这块空档的话，你可以想办法，哎，把它处理上去一点。你比方说，我们当时是为了给大家画树，为了给大家画水，我们只画了这么一点，是吧？哎，现在就要想办法把它延伸一点上去。大家看，我经常给大家说的，我们在画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你强我就弱。你比如说，你看我这一块山石，它非常的完整，是吧？墨啊很厚重啊，这个线条也很粗，块面也很大。这个时候，为了保证这块石头的完整性，那我在画后面的石头的时候，我这后面虽然画了而且是紧挨着它画的，但是都很虚，是吧？都很虚，不管我怎么去查，墨色都是一样的，但是哎，它一点都不影响它的整体，是不是？把它画好以后，我们采用点字笔。逐步就虚上去了。
看逐步逐步就虚上去了哈。不管我怎么去画，这后面这些地方我一会儿马上就处理。我们比方说我们现在怎么处理呢？把它画的都比较虚。从这块石头到这块石头来，哎，它有一定的距离，有一定距离，它就比较远一点了。那我们就可以拿着这个笔你看我现在点的好像都是很乱，是不是啊？哎，但是我就会在这里面找一些结构。你比方说，我首先就找到这一块，我觉得哎，这就是个树冠，那我就把它。来，我就把它先画出来，画出来。由于还没处理上面的这些环节，所以说你会觉得这个树好像并不成形，是吧？但是等我马上把这一块，我马上把这一块环节一画了以后，马上大家看哈，我这么一插。就相当于把多余的亮点擦下来。好，这都是2棵树基本上都成型了。这里还有一棵这个树的话，我们就可以从这边长出来。在末稿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哎，这个都差不多，浓淡都差不多，还有色调这些，哎，到时候我一做色，通过这个说，它是后面的，肯定要把它衬出来。在点的时候，哎，这些地方它都形状上都不是太好看我们一直都有句话就说的，我们是大胆下笔，细心收拾，是吧？哎，你看逐步的把它一处理以后，像这些地方呢，形状都不好看，都比较粗糙。如果你不管它的话，这个画面就显得比较粗糙。你稍微点它2点，稍微点上2点，一下子它就很精细了。
把它靠近树干的地方，哎，不要它们这么清晰。现在肯定大家看过这个树干都还不是太清晰，为什么？因为我还没用这个颜色去把树叶把它画出来。如果是用颜色哈，把树叶把它一染出来以后，你马上就会觉得，哎，树干啊这些它就凸出来了。当然有时候太突出还不见得是好事，如果太突出的话，我还会染色把它们又组合到一起，融合到一起。好，画完以后，把这个树点台。点台的目的就是在有些树枝啊，或者是有些点的不是太好，就通过这个台点，把树枝或者有些这个给它融合一下。大家看，我现在把这个画了以后，是不是明显这一块就显得非常的茂密了？非常的茂密了。就有些小地方越往上面走，越小越细。刚刚这个地方，都还属于是那个，大家看不出来这个树林的，像这里就像一个山，树叶很茂密，是吧？山上长了很多的树，这种感觉。大家看，到是染色的时候我就会怎么样呢？把这一片树染的稍微的整体深一点。把这个树染得凸出来一点，你就会感觉到哇，它们就凸出来了。当然有些地方，那你比如说，哎，这个地方凹进去了，我要为了把它衬出来，你看把它衬出来。我们把这里画了以后，暂时不管它了。这干什么呢？画这边一点，画这边一点的这个30，要把这个桥现在这个桥感觉到好像是，突然一下就桥没有根基，是吧？所以说我们说画桥一定两边要有根基，这边是有了，这边是有了，但是这边还没有，那我们这里就干什么呢？就要把这个石头画一些石头出来。我们这里就用这支小笔调整颜色，把刚刚这个墨色加点水分，让它稀释它一下，就是变成比刚刚那个胶墨呢要浅一个层次，就比较深浓墨，但是浓墨呢，我要在里面加颜色了，把它变成色墨。首先朱标、藤黄，是吧？胭脂、山绿。因为画石头的话，肯定是调成赭石色字样左右的那个颜色，所以说它都会偏红一点，是吧？会偏红一点。好，调好以后，把笔要刮干一点，因为这里的
这里的这个30呢，要比较这个画的比较这个清晰一点啊，比较细致一点，要画的哈。我们首先第一，你看它这个。这个30在画的时候是要有一点感觉，你不要平平的画一块30，哎，有些你看前面的这个桥，这个桥的柱子哈，它在突出到这个30，你看都已经突出到30的这过来，哎，后面的呢，基本上在另外一边，哦，这个桥灯还没画哈，因为当时还没画完，啊，到时都得把它画了。靠近水的地方，还是要把它画的虚一点，因为这一块呢，它是相当于，哎，这里还有一股水，这里有股水冲过来，因为这么大个瀑布上下来哈，这样它瀑下来有水，这里有水，这边有水，说不定旁边还有别的地方也要有出水，是吧？也要有出水。鼻上的水分都非常的少，哎，就是要通过，但是不等于说鼻下水分少我就画不出线条哈，线条还是可以画出来的，而且可以根据这个需要，以变换这个笔锋的形式，哎，我们来。你看，有时候画着画着，哎，这个笔散开了，我把笔锋稍微一变，这下面是水冲上来的感觉。给大家看，我们这块石头呢，就相对而言就比较清楚一点啊，比较清楚一点。这边有一大片，这片都是石头。我还在想，怎么样把这个石头分成2块，分成2个层面啊。到时候我再会在前面这个层面啊，再画一棵树啊，再画一棵大一点的树，在后面的层面再画一些小树，增加它的一个层次，让这个地方显得更加的丰富。你看，这里上去这个地方，它就是另外一个层面了。上次我看到好多学员在我们周4的时候，哎，交作业就只画了这么个房子，然后把这个路就这个桥就画到这里哈今天你看我怎么样去把这么一个感觉把它表现出来。首先第一，我们把这个路要把它衬出来。你看这个时候我画了这一笔以后，大家看我的这个笔是吧，都散得很开了哈，散得很开。不是说我散得很开，你看我都不需要去调整笔，马上我把它又回过来，通过笔锋转动以后，大家再看我这个笔它又收拢了。就是我们在
通过画的过程中，通过笔锋的转动，让这个笔啊，它逐步的就很听你的话啊。这个是需要什么？这个是需要基本功的。好多初学者呢，拿了这个笔以后哈，他这个因为石灰笔它比较硬，它在画的过程中就容易散开。由于它这个基础不是太好，它没有办法去驾驭这个笔啊，所以说呢，在画的过程中，笔散开了以后，它就没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啊，其实张老师没有少接电话，好多学员就说：“哎呀，买了老师的笔，以为老师的笔就很好用，结果我们一用，压根儿就不是这么回事儿，画不出线条，画不好，那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我们在画的过程中，你对这个石灰笔的这个性能的笔性还掌握的不是太好。我相信假以时日，通过你的练习，因为笔啊，它也有一个特性是越用越好用啊。你看，我们边画边给大家像聊天一样的哈，这个逐步的这个地方就出来了。靠近这边上的都要把它给压下来，为什么呢？它要把这条路衬出来，是吧？它要把这条路衬出来，大家看哈，我们逐步的画，这个就已经就比较成型了。这边也是要把这条路衬出来。这些都是要把它画得很虚啊，都要把它画得很虚的。因为什么样呢？因为这附近啊都是很实的东西啊，都是很实的。你要是把它画得很实在，你这个就不好处理。甚至有些地方，你看我们像这些地方啊，直接就把它画成什么一个块面。为什么要这么画呢？因为这个后面也是这样子的。我不是一直给大家强调的吧？我们画画就是在处理关系。后面这里是这个地方，你看树叶是点，树枝是线，是吧？点线面，那我们这个地方啊就应该是面啊。这个水可以说从后面过来，至于这些地方啊。老师画这些精细的山石啊，都是用的这个中石灰笔。大家一般的话，如果是说有一点功底的啊，就能够很轻松的驾驭这个石灰笔。但是如果是你一开始是初学的话，可能这个笔性自己驾驭不好，没关系，慢慢来啊。随着您练习的时间越长，技法学的越多啊，你就能够驾驭这个中石灰笔了。那么当你能够驾驭中石灰笔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用大石灰笔去尝试，因为大石灰笔比中石灰笔更难掌控。好，这个地方呢，我们在画的时候啊，因为我一直都给大家强调哈，
哪些地方该画实，哪些地方该画虚。为什么这里要画虚呢？因为我这里的树也好，是吧？房子也好，这些地方都非常的实在，都画的非常的实。所以说你这个地方，如果你把它画的是很，也画的很实的话，那它们都很实就不行了哈。所以说你看，一般来说，好像这些附近的话，它和旁边的山石啊这些相比的话，旁边很虚，而且这里也离房子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了，所以说这个地方我就把它画的实一点。当然不是说是所有地方都实哈，你看我现在画的这个地方就很虚，为什么呢？哎，这里有水流下来，水就是比较实的。那我们有水流下来的话，为了把水凸出来，哎，你看，为了把水凸出来，我都把靠近水面的地方，靠近有水的地方，都把它怎么样呢？都把它压下去了。大家看，我这么一压了以后，整个的这个水是不是就更白了？啊，整个水就显得更白了。这里水冲下来，这里有点浪花的话，这里还可以，不要这么平，产生一定的浪花。我们在画的时候，大家看，这个该画的细的地方啊，那我画的非常的细，画的非常的细。该粗犷的地方，那我们就画的很粗犷。好，至于这后面啊，就不管它了，就稍微擦一下，稍微擦一下。刚刚我说这里有一个没画，无所谓了，把它给擦过去了。这个是后面的一块石头，后面的块石头。好，然后我们刚刚说了，这块石头呢，它有一个层面，一个什么层面呢？哎，从这里往后，这里是个大院子，是吧？这里是个大院子。从这里往后的话，它还有一定的距离。这个地方就用这个中式换笔，可以把它稍微点一下。为什么呢？我们说要把这个房子啊，这个栏杆啊，你看这个篱笆。画到这里我就没画了，为什么呢？因为被这个树挡住了。这个把这个房子稍微长一点，哎，有这么一棵树，有这么一棵树的存在，一下子就把这里这个画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我们可以用点字笔就用刚刚那个墨色，稍微再点一下，点什么呢？这里马上哈，这个地方由于我们上次画了以后这里的收缩，所以说这里都非常的不平，不过没关系。
哎，这个树其实很简单，上次有画没有？给大家画树的时候不知道，应该没画。直接用点字笔就把它它长得很高，这种属于很瘦的树。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反正之前我家门口就有这么一棵，我们四川呢叫桉树，它就是很瘦长的长上去。这个树长得很高，我把下面把它稍微点的稍微深一点。好，把它点了以后，可以再高一点。你看这里为什么我没画呢？因为这里还有一棵树，正好就把它挡住了。这样把它挡住，然后你看这样子，它把它画好以后，我们将就一般像这种就用小笔，就不要再用中石化来勾这个，就用我们这只小这个叫什么呢？小狼毫。哎，就用小狼毫把里面稍微勾一下。主要的树干还是很深。稍微把它勾一下，勾好了以后，这个可以把它称一下，把这两棵树把它稍微形状称一下，下面可以模糊一点，哎，上面称一下以后，如果觉得下面这个还和这个石头有点脱节的，怎么办呢？大家看，我们给它点点抬，包括这个树也是稍微画点树干，画了以后也是点点抬，把这个路每次我经常看到有学员在画这个路的时候，路跟石头的关系它分得太开，有时候画了以后你就觉得哎这个路突然觉得这里不舒服，是吧？我们就可以点一点抬。哎，把路前面稍微挡一点，它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就好看了。好，你看我们现在看这么一个整体，大家觉得这张画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就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漂亮？我们这个是吧？就这一块就已经是怎么样了？就非常的厚重了，非常厚重。我现在只需要在后面稍微再加一点点这个树你比方说我们可以加一点，要把它画的比较这个一点我们可以稍微加一点点这个小丛树。好，
现在我们用点字笔调点颜色。你看，我现在用了一支单的，我现在其实很少用单支点字笔，是不是这样？好，我们干什么呢？把这后面稍微的点一下，我们把整个笔的形状可以通过揉来，差不多了。你看，把它，这是第一棵这个树。第二棵，这个这个树呢，就比前面这个呢叫淡很多了叫淡很多。把它画好以后，你不要这个炊烟在这里，本来当时在这里要画了个房子画炊烟，由于这个树它的存在所以说我就把炊烟改到哪里来了？改到这里来了，在画这个树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注意炊烟的位置。我们可以通过这后面的树你看后面这里把它稍微处理了一下，是吧？稍微把它处理了一下，我们这里马上将就刚刚这个点的颜色，把树感处理一下。大家肯定现在看着这个它是一个什么形状？我马上处理它一下。首先第一个，你要去找到这个树它的一棵一棵树的关系，不要去那个什么你看我现在。首先，我找到，我觉得这里这一棵树，它是一棵树，是吧？然后我们就可以干什么呢？你看，我把这一棵树先画完，画完以后，紧跟着刚刚点的这第二棵树，这是第三棵，是吧？这是第三棵。再往后面走的话，这些树这些形状都已经就非常基本上你看我就很简单的画上几笔，是吧？很简单的画上几笔。关键就是你要最后去整形，把这个树的形状，你比方说我们
我们把这个画好以后，哎，你看这颗一环扣一环，这个形状画了以后，把这个形状把它衬出来。好，又把上面这个形状又把它衬出来。像画这些的时候，就不要去着急啊，大家不要着急，觉得哎呀这个好复杂，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啊，一点都不复杂。你一层一层往下画，都是有办法的，都是有这个技法的。把这技法一解决，你看我们把这些画了以后哈，我要让这个房子和这个树非常的这个有立体感，怎么办呢？我们首先把这棵树下面把它压得很深，然后这个屋檐下用比较深的墨。这就属于是什么呀？啊，就说我们就说的，有时候画梅花，哎，有时候密不透风，是吧？有时候疏可走马，啊，这个时候就属于密不透风的时候，那把它画的是就要通过这个什么呢？通过我们这个颜色，逐步的去把它画了以后，要把这个房子要逐步的怎么样呢？哎，也是要把它过渡过去。一会儿干什么？一会儿就要画这个炊烟。我们把它稍微过渡一下，炊烟，我们下面来画，下面一个环节来画。因为炊烟这里要花不少时间，我看时间已经3点过了。这边也是这样子啊，一方面它要把这棵树把它衬出来，哎，另外一方面要把前面这个树把它衬出来。哎，你看这一块的处理也是这样子啊，这就是后面的还有一块平的一块地一样的，不要就这么突然一块白的，因为它这里不太适合都是白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如果都是白的了，那我们这些树啊这些就不好处理，是吧？啊，所以说像这些地方，到时候在染色的时候啊，都会把它染的跟它们的颜色是一样啊。这个画画是画了停不下来。
把这个院子也是把它稍微的处理一下。然后院子中间倒是可以安排人啊，自己在这里晒点玉米啊，晒点辣椒啊，是吧？这都是可以的。好，我们现在看啊，我们现在看整个这一块，当时只是这个房子把这个路画下来，大家觉得这个路啊掉在下面，觉得好像不好处理。现在大家看，是不是啊？非常好处理哈，非常好处理。这么一画了以后，桥也解决了，是吧？桥它也登岸了啊，桥也登岸了。整个的这一块厚度啊，当然还差什么？还差远处的树。远处的树稍微一画，一下子把这些前面的树一下子衬出来了，是吧？一下衬出来的效果就非常的 good OK 了。好，休息一会儿。我们休息到3点十几啊，15吧。好。好，各位老师，现在课间休息10分钟，大家可以听一下音乐，放松一下。这样的话，画着画着画张精品出来。我们刚刚出现在这里，差点把烟囱给弄没了。你看，就通过这个你看我们现在刚刚在画这里面的时候，就把外面这条线基本上它就跑进去就跑没了那我们可以通过这层关系，又把外面这条线又把它怎么样呢？又把它凸出来。首先，怎么样能够把外面这条线这个画的时候就不要把它画，就稍微留一点点空间，这个就是非常细致的你看，稍微留一点空间，留了以后，再看。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就没有说全部把这个墨全部画了，画了以后，如果是这个墨跟这个房子里面的墨都是连在一片了，那这个房子它就没有立体感了所以这个要注意将就这个墨色。我们把什么样呢？我们把这个树把它衬出来。你看这里就协调了，是吧？这协调以后，笔上现在还比较干，水分很少，就擦。你看，把它擦一下，也就是说让这个很自然的，让它怎么样呢？让它就虚过去了。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干什么？就画炊烟了。画炊烟，把这个笔蘸一点，刚刚这个墨色。逐步过渡。好，我在这旁边这里擦的画的时候，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把这个笔上的
墨啊用的少一点，因为太多了，一画它就不自然。我们看，你看怎么办？你比如说，是让这个烟这么吹过去、飘过去了，还是让这样子飘过来，都行啊。但是前提就是不要把这个烟画的一个直烟啊，一点风都没有的情况下，就有这个可能性啊，烟就直直的上去。但一般来说呢，我们都让它吹点风，是吧？如果吹点风的话，那我就让这个烟啊。飘一下，鼻上水分都很少。你看，基本上就这样子，把它擦。基本上擦就把它擦过去了。这擦完以后，大家看我这个炊烟是不是很自然的？这么就过渡过去了。过渡过去以后，哎，有些地方它的过渡觉得还不是太自然的，把鼻上沾一点点水，就鼻尖将就这个鼻沾一点点水，这吧？有些地方啊，再处理一下。刚刚是很干的鼻，去擦。现在呢，哎，我再用湿的这个，当然到了顶上的话，到时候逐步的就。这个都是水了哈，基本上都是比较擦得很干。我再蘸笔尖的话，笔尖基本上都是很干净的，都是水。这个炊烟大家看是吧？出来以后，当然我们旁边的有些这个树啊这些哈，那还是要用这个颜色去把它干什么呢？把它的树的形状把它衬出来啊。还是要把这个树的形状啊，把它稍微衬一下。哎，稍微把它衬一下，是吧？形状就出来了。这里也是，它们两棵树之间，你看着好像这个动作。没有什么，好像很简单啊！大家不要小看这么一个小动作，它一下子它就可以让这个一下子就可以让整个这个感觉啊，这个树不要太大，太大了的话，它们就感觉到几棵树差不多大了。所以这个树我把它压一下，压小一点。都可以调整的哈，都可以调整的。你看，稍微小一点，是吧？完了以后，等一会儿，稍微干一下以后，然后把这个地方
后面加一些树啊这些。我们把这里画了以后，然后这个地方稍微的来再调点颜色。可以适当调点这个山绿、太青蓝、藤黄。来，差不多就可以了。可以以后，哎，加一些这些小树，是吧？我就说把后面画一些树，画的时候呢，哎，很简单哈。这个树因为很小了，那我们你看画了以后，中间稍微穿插一下，在穿插的时候注意一下啊，一定注意一下，为什么要画这种形式的树呢？就是为了用这个树的浓度，这个树比它刚刚画的这些树它要深，是吧？就用它的深浓度去把这些树把它衬出来。在画之前，先把这个树形衬出来。是吧？先把它衬出来，衬出来以后，把笔打扁，把笔打扁以后，我们就把这个树稍微的画一下。之前给大家应该画的这个树，但是呢就是很大的树，现在呢，那树是作为前景画了，这个时候就作为后面的景色，就是很小的树。哎，作为它，你看，通过它把这些树把它衬出来。但是不管我们怎么衬，怎么画这些树一定注意这个树要透气。你看我这些树都透气的。也靠这个下面的浓度，又把这些树你看又把它衬出来。这个地方其实都有很多的层面，很多的层面，这一个一个的层面，一环扣一环。有些地方再通过这个比较深的稍微点它一下，它就会显得这里面特别的丰富，是吧？把它画了以后，这边稍微飘一两颗。
注意它的一个疏密关系。把它画了以后也是一样的，因为下面已经处理好了，我们就直接你看把这个笔打扁了，这个树啊，它就很简单，稍微有点这个树的形状，你就能画出很好。一样的，有些地方，因为你只有把它画得很深了以后，点稍微深一点，里面包括这树里面。我们把它画好以后，我看这边是不是来1、2颗？这边干脆这样子吧。就让它朦胧，因为我们还是说了哈，这个在画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一下画面的虚实关系。如果是你都觉得这里画的很实了，到处都很实了，那就要注意了。我们有些地方就把它处理的虚一点。像这些树啊这些，都让它就很朦胧了。这边就让它处理的比较虚一点，是吧？好，然后逐步过渡。这一块为什么我要把这里画，要把这个地方要把它往这边飘呢？因为我这里画的有这些树，是吧？它这么一飘过去，它们好像是个环抱，是吧？它们好像是个环抱，这样子互相的，那个就非常的好看，在构图上呢也是比较好的。我们把这个画了以后，好，这里刚刚这个休息还没画，你看我们这里还是将就这个颜色哈。把这个树，我们把它
稍微的把树感把它画出来。刚刚休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地方啊，干脆我画一棵成型的淡一点的这个松树。虽然我已经点了，但是我现在我这个画的墨色比刚刚点的墨色要怎么样？要深，所以说很快你会感觉到，你看不到那个我刚刚点的点子了。所以画画它都可以随时调整，随时调整。你觉得哪里不舒服，觉得哪里怎么样？相反，现在这个点子还成了后面的怎么样呢？成了后面的一个层次啊。今天这段话肯定是完不成的，非常的复杂。这个画画有时候收不住，本来原来打算就是一节课，简单的给大家补一点紧以后，好，然后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画到这个程度以后呢，越画自己觉得这个感觉越来越好的话，那就收不住了。同学们觉得还是我就简单的画一下好，还是把它画成精品好？你看，在这里我又稍微的给它加了一点什么调淡墨，就直接在开始那个颜色基础上加点水分。淡远处一点的这个树啊，就很简单。我画了以后，稍微拿笔稍微擦一下，它就变成比较远的这种树啊，这种感觉。大家觉得老师这张作品是要当做精品去画画的时间多一点也没关系，还是就是简单一点的画。如果喜欢精品画的，评论区打个精品；如果喜欢简单一点的就打个简单，这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我感觉我们班上这个互动不强，经常。好，我把这边这一块这个就已经处理的很舒服了，现在就要处理这边了。看出大家都还是愿意看精品的把这一块处理了以后，我们给大家说的，这边就是要干什么呢？就是要首先我还是用点这个比较深的墨，就直接蘸胶墨，因为它这个也是算前面的景色直接蘸胶墨。好，看到大家全屏都是精品那老师就会按照精品的要求去画，大家的话就不要着急慢慢的去学，老师画的越多，大家学习的越多。另外的话，下周开始我就要全身心的去准备面授班的事情了。如果我们网络班的有给我发微信，我没有什么着急的事，我没有及时回复大家的大家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因为有时候我怕忙的时候，微信的话是不会随时去看的。我的电话是18870379135，大家可以记下，如果有着急的事情需要我解答的。回复的您就直接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
你看我把它这个地方稍微的点一下，这个也不要画的太复杂，也不要画的很多的这个哈，这个呢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呢？就为了架这座桥啊，架这座桥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有一块山石，是吧？好，架完了以后，然后还要负责把这个水衬出来啊。那我们在画的过程中就不宜把它画的太复杂，怎么办呢？你看我们现在就画完以后，我当时这里也没把它画下来。这个一般在水边啊，会有好多的这种树藤蔓也好，树也好，反正就是它有好多的这些树。你看，把这个树画出来，画出来以后，我本来我们是想，把这里山石连在一起，后来我觉得太生硬的连在一起不是太好。好，我们换一支大笔，我们调的颜色，也是用胶墨。就是整个的构图的话，那边是没有山石，是树。这边呢，我们就安排一颗什么？就安排一块这个大一点的石头，把这个石头，比方说我们就可以。你看，把这个画的比较深，的话，先画了这么几块这个石头啊。好，画的时候就要注意了，接下来画的时候就要怎么样？要跟它衔接。要跟它们衔接好。我一直给他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呢，就是要处理好各种关系。处理什么关系呢？现在就是要处理它跟这个树的关系。那这个树如果让它亮起来，树如果让它亮起来的话，那我们山石应该怎么办呢？应该就把它，你看压下去，是吧？山石就要把它压下去。我这里大家肯定觉得，这个地方这一条，其实这个就是为我这一步做文章的。我把这里一画，它是吧？很自然的，它们两个就连成一片了。好，这边这些地方啊，就要让它虚。这里也是让它虚，因为我要把这个树啊，把它衬出来。这个小树衬出来，这边连不连无所谓，把它虚下来，就是这个山石还是这个山石啊。
虽然我这里已经把它画的很像了，基本上挨在一起了，但是大家看不影响这个30在前面，是吧？因为我这里没把它接得很实。把它画了以后，把它画了以后呢，然后这后面就该虚的就虚了。这块30，不管你画的再好，再怎么样，我要为我这块30让路，是吧？所以说我们画完以后，基本上让他们后面都基本上那个，就让它亮出来了。把它画好以后，让我们这里调点颜色。你看，我像刚刚把它擦的比较深，是吧？然后擦的比较干了笔，然后我们在这个笔尖上蘸一点点这个山绿，好就可以了。蘸一点点山绿，因为这一块这个你看基本上是山绿的颜色，是吧？我们要跟它协调，直接。好，直接就把它虚过去了。现在大家肯定一看哈，就觉得这两个就觉得不舒服，是吧？如果就画成这样子的话，肯定不舒服。那怎么办呢？就要想办法把它，要么就是很自然的把它过渡过去，是吧？这时我们就要调颜色。调什么颜色呢？我们就要调这个，现在已经笔上没什么这个就是墨了。还有点，还有点，我们把墨，把调的颜色的墨刮到旁边来，再把笔根的墨这些给它给处理一下。这个时候因为后面是淡墨了，后面是淡墨，就是把它好处理好了以后，再蘸水。是吧？再蘸水，这时候把笔根的墨把它揉出来，揉出来以后，就要注意山绿。太青蓝、藤黄。可以适当加点白色。你看笔根都还有好多的墨，我们把它再刮出来。如果觉得它比较绿的话，可以加一点点注标。好，完成。那天我们是为了干什么呢？是为了给大家表现这个水的这么一个水哈，所以说让这个画成这样子，但是呢，如果你是不是为了表现水的话，那我们这就要注意了，我这后面就要把它画的逐步过渡，怎么过渡呢？这里由于还是说了，画了以后它干了以后收缩，它不是很平，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过多一点的磁铁把它整平。这边就不平无所谓了，现在我没画这边，是吧？
我们看看怎么办啊？你看，把它这里干脆就通过它们两个连起来，因为这边的画法，如果我还是用就把它虚过去了，怎么样了？它们两个就像就互相就拉平了，干脆我把它这边给它连起来，连起来了以后，我再去想办法。好，把这座山，你会感觉到，这个山是个延伸，是吧？但是你这个时候，如果你又把它直接画上去的话，跟这边这条线呢就有点平行，所以说怎么办呢？干脆就把中间给断掉算了。我边画，我边都在给你们讲一些我们平常这是要注意的一些构图的一些东西哈。因为我们虽然这个班是基础班，但有些学员呢也在提高班学习啊，也画的不错啊，所以说我们都要兼顾一下。大家看，现在你们再看这块山石的时候，是不是还觉得像开始那样子？还有没有刚刚开始那样子？它们就是中间的一团。由于我跟它衔接了，是吧？由于跟它衔接了以后呢，然后你会觉得，它们两个在一起，是吧？到时候我会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些这个树，还有一些树在这里中间穿插，甚至我可能有一些树枝，还有可能到这个里面去跟它破一下，是吧？整个来说，它就非常的这个就协调了哈。你看，我把它这么一画了以后，看看啊，把它画了以后，我们这里其实就这后面其实就没有太多的必要去把它这个山画得很怎么样，因为从这个瀑布来说的话，后面这座山还非常的高，基本上这个山这只是画面的一个山脚下的一个空间。那我们怎么办呢？后面就可以以烘云为主，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调整一些云的感觉。怎么调整呢？大家可以看，我们就可以用擦的形式把这个云气把它稍微擦的自然协调一点。这个山它相当于就是这个山脚下的一个这个我们在画的时候，你比方说，上下都呼应它一下。
啊，上下都呼应它一下。让这个云气啊这些逐步的有点儿。大家可能看我现在在画这个，哎，觉得好像很随意。其实啊，这就在布云。这个布云啊，也是很讲究的哈。就是说，它首先第一，就是说你要让这个云气它贯穿于整个画面，在贯穿的同时呢，哎，云的形状啊还不要雷同啊。这个还有点湿。这是一个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没有去画云的时候呢，我们这里面就相当于已经就有云的感觉。你看这个就很这个纸不平的话，就是我们在画的过程中哈。现在我们看整个这个画，我退后看了一下哈，它的这个气势啊，这些都还是很大的啊，还是很大。后面的山画的简单，也是因为前面画的很复杂，如果你后面还把它画的很复杂的话，它们又平了，所以后面就画的很虚啊，让它有一个主次，我们把这里画好以后，我们把这个树再处理一下，刚刚只是把这个树点了。把它也是一样的，树的树冠有些不太舒服的，就可以通过这个调整啊，让这个树的形状啊舒服一点啊。这边也是一样的，下面都让它深一点，因为下面的深目的是为了撑我们下面这棵树啊，为了撑下面这个树。先把这几个突出的地方先把它画出来，画出来以后一定要注意互相穿插，不要让这个树枝各自为政，这样子这个树的层次感啊，它的才厚重。至于这些小枝，其实都
很简单，你看，我就随便画，没有太多的说还要去讲究它怎么样哈。你看他们两个如果是互相没有交错的话，哎，就显得比较空，中间没有连接，哎，我稍微把它交错一下，把它画了以后也是一样的，把这个树冠上下整形。刚刚画匀时笔图，笔图上的颜色，老师刚刚画匀的时候没有挤掉啊，不像烘匀一样的话，要把笔图那个颜色挤掉，没有的，就直接蘸的清水。啊，你看，我就把这几棵树啊，把它稍微处理了一下以后哈，马上你就会觉得怎么样？这里就丰富了。但是我并没画完哈，并没画完。我刚刚说了。现在这几个树的话，后面因为现在是湿的，可能差了蛮多的。等到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好，然后这里再加一棵树，马上就不一样了哈。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吧。大家看，基本上构图都出来了，现在呢就是一会儿就是加细节了哈，一会儿还有这些里面的点子，加小树，这些树画水，加细节，我本来想等它休息的时候干，看样子干不了，干脆还是吹一下吧。一般来说呢，最好不要吹哈，就是你们平常在家里画了以后，你就可以休息一下呀，或者怎么样啊这些啊，当然我们上课要等它干的话，有时候你也知道，那个等人啊，本来平常的话哈，时间10分钟过得很快，有时候你在等个人的时候啊，10分钟就过得非常的慢，这个也是一个道理哈。你不管它，
你不管它的话，它一会儿就干了啊！你要等着它干的时候，半天不干，哈哈哈，就这种情况哈。我们就开始。好，我们这里呢调的墨色，其实这个墨色其实根本不用调，但是呢，还是让大家看一下。基本上大家都知道这种就是胶墨加一点这个珠标。刚刚给大家说了，我们就要想办法，干什么呢？就要把这个地方要稍微藏一下，不能让它这个瀑布太暴露，是吧？不能让它太暴露，怎么样能够让它藏起来呢？首先，第一，我们这里画一个这个。大家看，我这里画这么一棵树，由于这也是前景所以我们前面呢，这里呢可以画一棵这个树，它跟整体来说的话，这一棵树它还是不会显得哇塞好怎么样哈。我们在画这个树的时候，一定是要这个树要延伸过来，把这个瀑布稍微挡一点要稍微挡一点。好，至于它下面怎么走，那是都无所谓了。你比如说下面，它肯定是这两棵树干会串到一起会长到一起，然后下面这是树干，是吧？下面这个树干，但是呢，你如果就这样子的话，还是显得这个树呢比较单薄一点还显得比较单薄一点。怎么办呢？那我们再斜着再来这么一只斜着再来这么一只，你看，稍微把它加一下以后。当然这一只的话就不要一下子串的跟它一样高，是吧？那就不行，矮它一半，大家看，基本上矮它一半，从这个地方。它就不要往上涨了，就往两边涨。这边跟它衔接一下。也是画完以后，有些地方这种就是在画的时候就是要等着什么呢？我们就要等它染完以后，给它来一点颜色。比如说，我可以点一点这种墨点，
这个落点其实也是很重要哈，它就可以，它比较深，块面比较大，正好就可以，但是它不要点的太密，稍微稀稀拉拉有几个点，它就可以很好的把这个瀑布，你看把这一块就挡了，让这一块就流出来，是吧？它就有一个虚实关系了，这边也是，有些地方你把它点的非常的密，有些地方呢，稍微用一两个点就可以过渡。就这样子画上一些这个点子，它这样子会感觉到，你会觉得这么一点，其实很多的树枝我都没去管它，让它空着，一下子它会很提神，这个提神它不管了，等它染完以后，倒是在中间给它点一点，但是我们每次染完了以后，中间就没有时间点，我要点还必须今天点，因为今天点了让它干一周，下次再烘染的时候呢，这个它就至少干了一周了。如果当天点了以后马上就去就容易怎么样呢？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说我们干脆就今天把它点了等它稍微干一下我们现在画了这个以后，这些山上也是要再画一些这个树我们也是要画一点比较深的树。为什么要画一点比较深的树呢？如果你不画，它会显得太光，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跟它两个的话我有一些树把它挡一下的话，这会显得也很舒服的。比如说像这种悬崖边上突然一块石头起来，这个时候最容易长什么？这种倒挂松，最容易长这种倒挂松。这个树就往下掉。把这里画的稍微密一点，好，把它画密一点，然后顶上这里来，这个地方，因为你看这个地方要稍微浅一点这里要深一点，那我就从这里面把这个树枝画出来。这个墨色不管怎么说，肯定是比就是说后面的这个呢要深，所以一下子它就又多了一个层次，是吧？又多一个层次，然后画了以后，这些树很简单，你看就拿着笔像写一字一样的，只是有点浮现，有点幅度。
人物观景还要上一坡，就位置是不是最佳？这个在瀑布的最前方看也是挺漂亮的，但是你要是上个坡去看不同的角度看瀑布啊，都有不同的景观。老师，这个画面上是在瀑布的正前方，我想应该是正前方的景色比较壮观。这个就说这个人物观景哈，它如果有这么好的平台，当然可以在这个，因为我们在画的时候，我们当时只是为了给大家画水是吧？哎，然后后来是为了给大家干什么呢？画桥啊，画房子啊，后来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设计的时候呢，并没有去想到我要去画一张完整的构图。我们都是根据这几样现成的这个条件去画的这张构图哈。有时候经常我们有这种情况，你看我们到去写生的时候，不是说是每个地方都是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这个位置，那位置是自己找的哈，位置是自己找的。好，你看我把这里就画了以后，然后我们在这些地方还得再加一点这个就是远处一点的树。这个时候呢，我只需要在笔尖上蘸一点点山绿，它这个浓度的话哈，就比这里就要浅很多了，这是一个。另外从大小上来说的话，那也是就非常的。这个树，我要通过这个树把边上这一条给它挡住，就相当于就通过这树处理一下它们的关系，不要让这个瀑布完全的就跑上去了，哎，让它藏到这个树后面，以至于到最后轰云的时候藏到云后面。我们只需要对吧？这个树这些，把这些石头也是把它压一下。真正留下来的其实就是一点，前面一点，这边都可以压一下。你看它这个是不是你会感觉到这里是最亮的，是吧？包括有些地方画了以后，可以点点台，这边也是点点台点然后把这里面也是要稍微点一点，我们将就。基本上就调出什么？就调出这个跟它接近的颜色，差不多就是墨加山绿。我们在点的时候就要注意，通过这个点子，它代表什么？它代表山上的植被。但是又可以通过点子把这些块面和线条，稍微把它过渡一下，是吧？稍微点上两点就可以了。你看我们在画的时候，这里面的线条这些都非常的怎么样呢？当时是为了把这个瀑布画出来。所以这里我都随便画几笔，这个时候如果就这样子，它显得比较粗糙。但如果我在里面点上一点点子，你们再看，这些线条呢，看不到了，是吧？就看不到了。所以说这个点子是非常重要的哈。你包括也是这边也是这样子的。
哎，当时也是为了去把它衬出来，这边这里面都比较粗糙，把它点了以后，将就这个笔，将这个笔在这个也将就这个颜色哈，在这里面稍微点它一点，大的里面稍微点一点。这边也是稍微点上几点，啊，稍微点上几点，就是让别人感觉到，哎，我这里面我是有什么样呢？我不是说是这里面什么都没有，我这个就是山，但由于云多了以后，只露出一点点这个山的那种感觉，是吧？上面呢，因为是比较远的了，也比较淡的了，上面就不管它了。上面本身我在画的时候就画的比较这个，里面就有点子的感觉。啊，把它画了以后，然后我们就要去想办法，把这个水，现在水还没画完，是吧？想办法把水画一下，那基本上呢，这个构图啊，基本上就出来了哈。我们再把水画完。哎呀，看看画这个水。画水的时候，首先呢，我们调点颜色，两边的山石有多深，哎，中间的石头就有多深。现在我们这里需要画一块石头，这里都基本上是比较深的墨哈。啊，水中的石头呢，不要太多水分，所以说你看，把它刮得很干，刮得很干，干什么呢？大家看，我这里的这个桥，它这里为什么要修桥呢？那肯定是因为这里要是没有这些水的话，那我直接走过去了，是吧？哎，就是因为它是有桥，那就是为什么有桥呢？是因为下面有水。你看笔都很干，水中的石头。我一般都会把它画的比较怎么，就是说简单，但是一定是注意不要把它画成一块死墨啊，一定注意，我让它虚一点，哎，你看下面就让它虚一点，这个很简单哈，因为这个。没什么太大的这个空间，基本上就会让别人感觉到，哎，它就是几股水冲下来。但是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它画的比较复杂一点。对吧？这是一个，然后这边哎，我还是让它下面深一点点，因为这边很深，这边如果很浅，我两边不好搭石头。一点点。这边也是一样的，你把下面这些把它画的比较这个，哎，把它画的比较深，把下面画的比较深的话，我们下面这个水
基本上就可以那个显得更亮一点了。注意让它毛一点。其实后面就是一点点了，就是说，你看，我就把这个石头啊，这期就加的比较，加了一点那个石头上去哈，加完以后，有些地方将就这个鼻吧，给它点点抬，稍微点点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调一点水的颜色，把笔洗干净，把那个笔上多余的水分都把它去掉以后。再留一点点，因为这边还有好多水要画，藤黄，不，这个加点藤黄，太极蓝，胭脂。这时候边调边要去看，看你刚刚就是看我上次画的这个水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啊？一定要跟它基本协调啊，这个很重要。你不要画了的时候，这边由于是不同时间画的，这边是这个绿一点的，那边又什么又黄一点的，这就不好画。可以适当柔和一点，加点水，加点白色，好，可以了。你看，我们调好以后，把笔刮干，刮干了以后，盘子你在盘子里啊打扁，打扁以后稍微扭一下，这样子就调出我们这个画水的非常好的那种效果。把这个水的感觉、水纹的感觉把它画出来。笔还稍微的干了一点，再加一点点。这里是在流水，但是这边这一点呢，争取让它这里你看凹进去的，正好有点小回水。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位置上，这个来洗东西呢？就是因为这里有一滩小回水，马上一会儿就要去把它我们把这里再调整一下，让它更厚重一点。你看，让它更厚重一点，
就把下面给它再压一下，因为上次在画的时候，都是没有考虑构图的，只是画到哪里就结束。今天我们既然要把它完成它那个构图的话，远处的水就很简单，稍微飘一下，稍微飘一下过来就可以了。好，画完了以后，我们再调点，因为刮笔都刮得很干，画水一定要刮干一点，所以说画紧了以后它就没什么水分，没关系，没什么水分，我们又可以再加水分就是了。这都是细节的处理哈，让这些浪花非常的自然协调。让大家看，这里就很细致。好，然后正好这个水流下来，你看，正好这里水流下来以后，就把整个这一块把它压下去。我们再把水强调一下。好，把它画了以后，我们把这边处理了。你看画这个水的时候，笔一定要怎么样呢？要抖动。现在就是什么样呢？就是这个水浪子这么大的浪冲下来以后哈，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它们能够很好的去过渡、去协调它？这个水冲下来会产生一定的浪花，
以后你们有机会的话，到大自然中去观察一下。像瀑布流下来的话，哈，它就会产生什么？就是根据瀑布的高低，如果是很小，哪怕就是很小的瀑布，就只有1米的瀑布，该很小了吧？它落差落下来以后，都会产生浪花，所以你们跟我学了这个画水的话，以后就会学会去观察水，仔细研究这个水冲到石头上，它是个什么感觉？然后从浪花这个是怎么产生的都可以去。之前画水其实是很难的，关键水它变化太快，写生的话是非常难的，只有多观察，只有多观察以后，你看我们把这里叫延伸过来，这边的水逐步就让它虚。逐步就让它虚过去。来，就让它虚过去，擦。擦完了以后，壁上可能就没水了，又再去这个。你看，现在这边这一点哈，它是有浪花，是吧？明显感觉到是有浪花打到岸上的感觉。我们都要想办法把这种感觉把它表现出来。有大有小，是吧？这浪你看就逐步就出来了。出来以后，下面这些就要跟它们要衔接，衔接的时候也是要有点浪的感觉。你看它这个大浪接这个小浪，好，再往下面走的话，那就大家看我侧逆风用笔。把鼻都是散得很开的，这个鼻都散得很开。你看，通过这么处理，有虚有实，是不是啊？这个浪基本上就过去了。再过去以后，然后再把这个
这里开始在裁纸的时候，由于纸比较薄，裁的时候呢，裁了个小窝都没关系哈，这个到时候一裱画，裱画的师傅自然会给你裁得很平的。这边就跟那个浪跟这个这些树啊这些感觉到，你就感觉到好像开始点这个就像是浪花打上去的感觉，是不是啊？到时候我在做事的时候，有可能我会去考虑一下。啊，有可能去考虑一下。把这个画了以后，哎，我们把后面稍微处理一下，哪里后面呢？这个就后面一点点，这里要跟云衔接啊，大家不要小看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哈。正好就把这个桥这边也是这样子的。你看，这个特别要小心，为什么呢？要把这个桥啊、树杆啊这些都要，它们是在前面的，要露出来，这是后面的，哎，后面一点点，就相当于是前面一块。这个水啊，这个过渡啊，这些是吧？就能过渡过来。上面给它续一下，跟云衔接。这都是我们画画这个细节啊，比如说细节决定成败，就这种细节处理是非常重要的。那有时候呢，很多学员他考虑不到这里，或者是根本不知道要处理这种细节。所以我给大家把这些细节都讲得很到位，希望你们呢以后画的时候啊就很好。然后我们现在差不多这个也干了，我们现在把这个调点颜色，这可以调点很亮的颜色，调点什么颜色呢？大家可以看啊。首先藤黄。找个干净点的地方，深绿，白色，可以适当加一点太清蓝。你看这个颜色就非常的亮，
是吧？点什么地方呢？我们就在这个点的中间啊，基本上在点的中间这里，哎，稍微点一下，这个颜色非常的厚，覆盖力非常的强。就是我们这个用的是胶墨啊，但是呢，它基本上任何的墨色它都可以覆盖。大家看，我点了以后，其实就看得出来，我还有很多的小的树枝啊，都没去管它。当然，你觉得哎不行的话，我还有更小的这个点子，去把有些地方啊再处理一下。你比方说它的这个衔接上啊，某些地方还不太舒服，哎，我稍微用这个去处理它一下。啊，你看现在基本上就点完了，是吧？我们下周在做色的时候呢，就不用再点它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种画呢，它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经常还有几个人物也是提前把它给画了。这个画板一般就是绿色。是吧？画板都是绿色。人物画呢，可以都给它穿上比较显眼的服装啊。好，然后像比方说这个人，就给他加个红衣服。给它加个红衣服，是吧？这个红色比较。哦，还忘了，这边还有个女的，女的应该穿红衣服都没关系。现在改革了，女的穿这个别的颜色的衣服了。王老板学说，经常看老师穿红色衣服。对，男的喜欢穿这个，今天的画漂亮，花开啦，难度大，这是没理解你的意思啊。就是花开啦，难度大是画起来难度大吗？还是？哎，给他穿个黄衣服，是吧？现在我们女同志的话，给她穿个直接就是太极蓝加白色。哦，画起来难度大，没关系。你先的话，中间找个局部啊，找个局部去画。如果一开始这个四尺整张的，一下子画这么复杂还画不了的话，您就找局部先去画。如果是说你有基础，然后你就把这个四尺整张的全部的画出来。刚刚给大家说了嘛，我们会安排人在这里干点活，是吧？
大家一看，诶，这个是煞，那马上你们就知道是煞了啊，因为我将就这个鼻上的颜色啊，你比方说，哎，我们给它加个头，是吧？哎，裤子一般来说我都把它画成黑色。你看这个人半蹲着，正在拿一个农村比较常见的耙子，本来上次要画个小姑娘，这个小姑娘跑到这里来了，是吧？画的这个小姑娘。姑娘给她穿个红衣服。我们经常出去旅游的话，哈，它有些景区里面都住的有这个当地的村民，在开发的时候，有些景区钱给不够，那当地村民就住在里面了，住在景区里面了，这都是有可能的哈。所以说，你看。这就是这户人家就是典型的这个自己在深山里面，景色很好，那是仙境般，他照样过着他这个男耕女织的这么一个生活，我觉得挺舒服。这是什么？你可以认为它是辣椒。可以认为它是辣椒哈，它正在晒辣椒，正在这些哈。好，我们给个整体。因为今天为什么我要先把这一块先画了呢？这样子的话，下周我在做色的时候啊，基本上就可以干什么？就可以这些地方就干了一周了，就不怕它。大家看，我们把这个画完以后，整个的感觉，大家觉得好看吗？啊，觉得好看的给我扣波666。我们这种画要是画完了，应该是效果应该还是很漂亮哈。很复杂，这个当然就是作为我们初级班来说呢，这种画肯定是初学的学员肯定稍微的复杂了点。但是呢，我们还是这么说的哈，希望大家能够通过。看我去完成一张完整的作品，你们眼界高了以后呢，自然境界就高了，然后以后才知道哦，这个画是怎么画出来的，好吧？好，同学们，今天就